最反直觉的一件事来了，现在连英伟达这种 AI 时代的现金机器也跑去债券市场一次借了250亿美元。更夸张的是，它一开始市场传出来的目标大概是200亿美元，结果投资人塞过来的订单需求大约850亿美元。也就是说，不是英伟达跪着求钱，而是债券市场排着队把钱递给他。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英伟达缺钱了吗？但这恰恰不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真正值得我们投资者盯住的是 ，AI 这场交易正在从买股票、讲增长、看 GPU 需求，进入下一阶段，借钱、修基础设施、算资本成本。以前大家看 AI 最关心的是谁的模型更强，谁的芯片更快，谁的订单更多。但如果一个产业大到连最赚钱的公司都要开始建立债券市场里的信用基准，那说明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故事了，它开始变成一个资本市场故事。我们先把事实捋清楚。路透社报道，英伟达在6月16日通过美国债券市场融资250亿美元，这是它自2021年以来第一次进入投资级债券市场。这次债券分成7档，最短到2028年，最长到2056年。2056年是什么概念？不是下个季度，不是下一代 GPU， 也不是下一轮 AI 产品发布，而是把钱锁到30年以后。英伟达提交给 SEC 的 424B5 票据文件里写的比较标准，这批钱会用于一般公司用途，包括偿还和再融资未偿票据。这句话听上去很无聊，但它的意思很重要。公司没有说我今天必须借钱去建一个数据中心，也没有说我现金流紧张要救急，更像是趁着市场愿意给他钱，先把长期资金拿到手，同时给整个市场立一个新的价格坐标。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英伟达不是去银行窗口借救命钱，而是在华尔街给自己修了一条长期资金高速公路。以后他要做再融资、并购、投资供应链、回购股票，或者支持 AI 生态里的合作伙伴，都有一个更清楚的信用价格。这就是这期真正的主题，不是英伟达缺不缺钱，而是 AI 基建大到什么程度才会让债券市场也开始变成主战场。先说第一层，英伟达当然不是弱公司。在2026财年第一财季，也就是截至2026年4月26日的季度，英伟达披露的总收入是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其中数据中心收入是752亿美元，同比增长92%。这个数字已经大到有点不真实了。你可以简单理解成，英伟达现在不是一家卖显卡的公司，而是一家把 AI 工厂核心零件卖给全世界的公司。云厂商、AI 公司、企业、客户、主权、AI 项目，只要想建更大的算力系统，就绕不开它的 GPU、网络、软件和整套系统。所以问题来了，如果英伟达这么能赚钱，为什么还要借钱？这里有一个很多散户容易搞错的地方，借钱不等于缺钱。对强公司来说，借钱有时候是一种选择权。比如你有很多现金，但你不一定想立刻动用现金，你也可能想把低成本长期债锁下来，把短期债替换掉，把未来的不确定性先定价。更关键的是，当全市场都在问 AI 建设到底要花多少钱的时候，英伟达的债券利率本身就会变成一个信号。它告诉市场，最强 AI 公司在今天这个利率环境下，到底能用什么价格借到长期钱。这个信号很值钱，因为 AI 产业链里不是每家公司都像英伟达这么强。Oracle 要建云， CoreWeave 要买 GPU， Supermicro 要垫库存，很多 Neo Cloud 要租店、租机房、买服务器，他们都需要钱，但他们的信用质量、现金流、客户集中度、融资成本完全不一样。英伟达这次借钱，像是在债券市场门口立了一块牌子，这是 AI 时代最强信用的价格。其他公司想借钱，就要拿自己和这块牌子比。我们用一个更直观的比喻，过去2年，股市买 AI 更像是在买一张未来地图。大家相信未来会有更大的模型、更多的 agent、更多的推理需求，所以愿意给英伟达、博通、美光、Oracle、CoreWeave 这条链很高的预期。但是修 AI 工厂不能只靠地图，你得买芯片、建机房、拿电、铺网络、签长期云服务、锁供应链，还要等客户真的把钱花进来。股票市场负责点燃想象力，债券市场负责浇水泥。今天的变化是 AI 工厂这座楼已经大到不能只靠股价上涨来讲故事了，它需要真正的长期资金。这也是为什么 Axios 引用高盛分析师的观点很关键。高盛说，市场共识认为 Hyperscaler， 也就是那些大规模建 AI 数据中心的云和互联网巨头，2026年资本开支可能达到7700亿美元，差不多等于他们全部经营现金流的100%。这句话翻成人话就是，这些巨头不是赚了钱以后顺手投一点 AI， 而是几乎把经营现金流整张桌子都推到 AI 基建上。如果还想继续扩大建设，就只能在现金流之外继续找钱。找钱的方式无非几种：发债、发股、减少回购、做合资项目、卖资产，或者让合作伙伴一起承担。所以当你看到英伟达借250亿美元，不能孤立看，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债券新闻，它是整个 AI 产业从利润表故事走向资产负债表故事的一个信号。以前你问的是这家公司收入增长多少，现在还要问这家公司增长要占用多少资本。以前你问的是订单有多大，现在还要问订单变成收入之前谁先垫钱。以前你问的是 AI 需求强不强，现在还要问客户、供应商、云厂商、债券市场能不能一起撑住这轮建设周期。这就是今天的2次钩子。真正关键的不是英伟达借了多少钱，真正关键的是 AI 牛市开始要接受债券市场的盘问。
股票投资人可以容忍故事很远，债券投资人不太一样。债券投资人关心的不是你10年后能不能改变世界，他先问3个问题：第一，你能不能按时付利息？第二，到期你能不能还本金？第三，如果行业变化了，我手里的这张债会不会变成一张风险更高的票？所以，债券市场进入 AI 之后，整个叙事会变得更冷。他不会只问需求有没有爆炸，他会问这场爆炸到底是现金流爆炸还是资本开支爆炸？对英伟达来说，多头的逻辑其实很清楚：第一，它足够强，816亿美元季度收入，752亿美元数据中心收入，说明它仍然处在 AI 基建最核心的位置。第二，它足够稀缺。如果你是债券投资人，想买 AI 主题，但又不想去买现金流不稳定的创业云厂商英伟达，这种信用当然更舒服。第三，它可以用债务提高资本结构效率，这不是散户信用卡借钱，这是强公司在低信用利差窗口里把未来的资金弹药提前锁住。它既可以再融资救债，也可以保留现金，也可以继续做回购、分红、战略投资。英伟达10Q 里还披露，董事会在5月18日批准了额外8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授权。这件事和发债放在一起看就更有意思。一边是公司给股东现金回报，一边是公司去债券市场锁长期资金，这不是简单的缺钱，这是成熟巨头在做资本结构管理。但谨慎派会看的地方也刚好在这里。第一 ，AI 建设不是只有英伟达一家公司强就够了。英伟达的10Q 风险因素里写得很直接，客户和合作伙伴能不能拿到数据中心容量、能源和资本，对英伟达未来收入和财务表现很关键。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英伟达卖的是 AI 工厂的核心零件，但客户要建成工厂，还需要地、电、机房、冷却、融资、运营团队和最终使用需求，任何一个环节卡住，都可能让订单节奏变慢。所以英伟达表面上是最强卖产人，但产值卖的越多，它越依赖下游，真的有钱、有电、有场地去挖矿。第二，资金成本会开始反过来影响 AI 估值。当利率高的时候，长期项目的估值会被打折。AI 基建尤其是这样，因为你今天花钱建数据中心，回报可能要几年后才能验证。如果钱越来越贵，债券投资人要求的利差越来越高，那很多边缘项目就会先被砍。最强的英伟达不一定受伤最大，但产业链里那些靠融资滚动、靠客户预付款、靠高估值发股的公司，压力会更明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几期讲 Oracle、Supermicro、OpenAI、CoreWeave 这些名字时，一直强调不要只看订单，订单是收入的影子，现金流才是身体。如果影子越来越大，身体跟不上，就会出问题。第三，债券市场的热情也可能成为风险信号。英伟达这次250亿美元债券，报道说订单需求大约850亿美元，这说明市场非常愿意买 AI 相关信用。但你反过来想，如果大家都觉得 AI 信用安全强，公司债券稀缺，现在不买就买不到，那这本身也会推高拥挤度。股票市场有 FOMO， 债券市场也会有 FOMO， 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股票市场是追高股价，债券市场是压低利差。当利差被压得很低的时候，好消息已经被提前定价。后面真正要看的就不是今天有没有人抢债，而是这些长期资金最后能不能换成真实回报。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英伟达和整个 AI 链条分开看。英伟达自己为什么能借？因为它有收入、有利润、有平台地位、有客户需求，还有债券市场对它信用的认可。但 AI 产业为什么越来越需要借？因为这轮技术扩张特别吃资本。以前软件公司最美的地方是边际成本低，写好一套代码，多卖一个客户，成本不会线性增加。但现在的 Frontier AI 和 AI Infrastructure 更像工业，你要更强模型，就要更多 GPU， 你要更多用户推理，就要更多服务器，你要更低延迟，就要更多地区的数据中心，你要更安全可靠，就要更多冗余电力和网络。所以 AI 表面上是软件革命，底层却越来越像重工业，重工业就需要融资，这也是今天这期最想让你记住的 mental model。AI 的上半场是软件和芯片把估值点燃， AI 的下半场是电力、债务、折旧、供应链和资本成本来决定谁能活得久。英伟达借250亿，只是这个下半场露出水面的一根管道。我们再把它放进最近几期的连续故事里看。Oracle 那期我们讲的是5530亿美元 ，backlog 看起来像金矿，但真正要验证的是订单怎么变收入，收入怎么变现金流。Supermicro 那期我们讲的是 AI 服务器订单越大，公司反而可能越需要发股、融资、电、库存。Qualcomm Tenstorrent 那期我们讲的是市场开始寻找英伟达之外的第二条芯片路径。今天英伟达债券这期刚好把这几件事串起来。AI 不是没有需求， AI 是需求太大，大到每家公司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的增长到底由谁先买单？如果是客户买单，那客户有没有现金流？如果是供应商垫钱，那供应商资产负债表扛不扛得住？如果是股东买单，那稀释和估值能不能接受？如果是债券投资人买单，那利息和期限能不能覆盖？这比 AI 会不会改变世界更具体，也更适合散户观察。因为改变世界不等于每一笔投资都赚钱，伟大的技术最后也要经过资本结构这道门。接下来观察 NVIDIA 和 AI 基建，我会看5个信号。第一，看债券利差。如果 NVIDIA、Alphabet、Amazon、Meta、Oracle
这些 AI 相关发行人的债券利差继续很低，说明信用市场还愿意为 AI 基建提供便宜资金。如果利差突然走扩，就说明债券投资人开始要求更高风险补偿。第二，看回购和发债能不能同时维持。强公司一边借钱一边回购，可以叫资本结构优化。但如果未来越来越多公司为了维持股价回报而借钱，同时经营现金流被 AI Capex 吃掉，那市场会开始问，这到底是投资未来，还是把未来现金流提前透支？第三，看下游客户的融资能力。英伟达不是只卖给 Microsoft、Amazon、Google、Meta， 还有 AI Clouds、工业客户、企业客户、主权、AI 项目，这些客户的资金成本差异很大。如果最强客户继续买，弱客户融资放缓，英伟达收入结构就会变得更重要。第四，看电力和数据中心进度。英伟达自己在 10Q 里已经说，数据中心、能源和资本资源的可得性很关键，这不是套话。AI 工厂不是把 GPU 插上就能跑，电力、冷却、土地、许可、建设周期都会决定收入兑现速度。第五，看 AI 应用端有没有真的把算力变成钱。如果模型公司和企业客户能把 AI 推理变成更高收入、更低成本、更强留存，那债务融资就是提前修高速公路。如果应用端付费跟不上，债务融资就会变成越来越重的固定成本。所以今天这期的结论不是英伟达危险了，也不是英伟达一定更强了，更准确的说法是，英伟达这次250亿美元债券把 AI 交易推进到了一个更成熟也更残酷的阶段。以前市场用股价给 AI 投票，现在债券市场也开始用利率给 AI 投票。股价问的是未来有多大，债券问的是现金流够不够稳。两张选票都重要，如果你只看第一张，就容易被故事带着走；如果你只看第二张，又可能错过技术扩张的速度。真正要做的是把它们放在同一张账本里。一家 AI 公司收入增长很快，不代表投资回报一定好；订单很大，不代表现金流马上好；公司很伟大，也不代表价格、债务和买入时点都合适。这就是 AI 下半场的投资原则。不要只问谁站在风口，还要问谁能用最低的资金成本把这场风口撑到真正赚钱的那一天。你觉得这次英伟达借250亿美元更像是强公司趁机锁钱，还是 AI 基建资本压力开始外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